越南的政坛可谓是发生了一次天崩地裂的大地震，2位副总理和3位部长因为腐败问题被罢免。作为这些高官负责人的越南国家主席阮春富也引咎辞职。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细数一下这些官员的级别，大家可能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越南和我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由越南共产党一党执政，这些越共党员一般都有党务和职务。如果以级别来算，那么被罢免的3位部长就属于正部级领导，而被罢免的2位副总理，一个叫伍德丹，是越共中央委员，级别上属于副国级干部；另一个叫范平明，是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且担任越南常务副总理。由于越南从2001年开始就不再设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作为政治局委员且担任常务副总理的范平明，在级别上可算作正国级干部，属于越南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之一。然而这还不算完，由于越南实行集体领导制，没有单一核心，所以实际领导越南的为中央政治局里的4巨头，即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这4个人被称为越南的4驾马车。我们上面提到的因对下属监管不力而承担政治责任的国家主席阮春富，就是越南的2把手，是名副其实的正国级干部。由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一夜之间，越南的中央领导层来了一波大清洗，称其为越南政坛的大地震丝毫不为过。但另一方面，反贪腐能反到级别如此之高的国字号中央领导层，也足可见越南政府肃清政治、坚定改革的决心。那么这些高官是因何落马的呢？这就不得不提疫情时期越南的2件贪腐大案：包机撤侨索贿案和核酸检测贪腐案。时间回到2020年初，当时全球新冠疫情刚刚爆发，国际航班很多都停发了，这让很多在外的各国游子回不到自己的祖国。于是越南提出了由政府包机接海外越南人回国的方案。这本是一件提高政治声誉的好事，然而越南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却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在几位重量级官员的牵头下，亲自下场当起了黄牛。本来由越南政府开通转向航线，安排近2000架次的援助包机接海外游子回国，海外的越南人是不需要抢票并支付高额票价的。然而在越南外交部官员的腐败下，想要获得回国机票，就必须从他们的手中购买高价机票，否则根本上不了回国的飞机。而这些机票的价格是平时的5到8倍，例如从美国回越南的机票价格就高达6、7万人民币。就这样，通过倒卖高价机票，越南官员在包机撤侨案中赚取了数万亿的越南盾，有的官员在一次包机中就能拿到超过10亿越南盾，更有的官员利用政府包机公然进行非法走私活动，赚取大量利润。于是一场利国利民的包机撤侨行动成了越南各级官员中饱私囊的腐败大案。但比这更加过分的还有核酸检测贪腐案。也是在疫情之初，越南的核酸检测能力欠缺，其核酸检测试剂盒几乎只能靠世卫组织和外国的援助。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越南政府号召全国的医疗科研机构攻关核酸检测试剂，并拨出了近200亿越南盾的经费来支持研发。很快，一个叫越亚科技的生物公司脱颖而出，在短短1个月后就宣布研发出了核酸试剂盒，并很快获得了批准上市的批文，并在全国各地一路绿灯，迅速拿下了越南全国核酸检测市场份额的 80%。 媒体也大肆宣扬，声称越亚试剂盒获得了世卫组织和英国卫生部的认证。越亚试剂盒一时间成为了越南之光，越亚公司也被越南政府授予了3等劳动勋章。然而到了2021年，德尔塔毒株开始在越南蔓延，其超强的传播力使得核酸检测的压力骤增，而此时的核酸检测试剂盒的门槛也降低，多个品牌的试剂盒都开始在国内流通起来。越亚试剂盒不再一家独大，这时人们突然发现，被称为国家之光的越亚试剂盒比其他试剂都贵，甚至比进口中国、美国的试剂还要贵。难道越亚试剂盒的技术比这些国家还要好吗？于是大家纷纷开始控诉越亚试剂盒的价格问题。迫于舆论压力，越南政府不得不介入调查。没成想拔出萝卜带出泥，核酸检测试剂盒的背后竟是一场由官商勾结引发的超大腐败案。原来越亚科技在此之前只是一个有10几名员工，注册资本只有2、3万人民币的小公司，在药物研发这一块，该公司一直无所建树。后来该公司不再花重金进行药物研发，而是把大量的资金用在了打点政府官员上，并由此获得了向越南各级医院和单位提供基础医疗品和检测试剂的订单。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在短期内骤增至1万亿越南盾。而当该公司得知政府准备全力研发核酸检测试剂后，便马上开始打点越南的各级官员，上至越南科技部部长、卫生部部长，下至各地的医院、疾控中心的领导，都受到了越亚科技公司的贿赂。于是官商勾结，伪造文件，夸大试剂盒的成本，将参考价格抬高了近 50%。 各级官员也为越亚试剂盒的流通大开绿灯，使其垄断了核酸检测市场。于是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
约亚世纪河的销售总额就高达4万亿越南盾，而其中有8000亿都被约亚科技公司用来贿赂了各级官员。至于那个所谓的国家之光约亚世纪河，不过是该公司以低价向外国购买后，再套上自己产的盒子高价卖给民众的冒牌货罢了。例如越南从中国进口的300万抗元世纪河，其每盒的成本仅仅只有6元人民币，但套上自己的包装后卖给越南民众却要价134元人民币，这其中倒卖的利润可想而知。而在破坏这2起腐败大案后，越南政坛从上到下来了波大清洗。小的官员就不说了，在大的官员中，越南科技部的正副部长和卫生部部长皆遭罢免，并面临牢狱之灾。2名副总理武德丹和范平明牵涉其中，也遭罢免。而在这起大案发生时，阮春富还是越南总理，涉事的2位副总理是他的直接下属，他因为负有领导责任，也选择了辞职。有意思的是，越南这次的反腐大案牵涉的官员中，以亲美的南方派官员居多，所以很多媒体将这次腐败案解读为越南南北双方的派系斗争。最终的结局并不是腐败问题，而是亲美的南方派遭到打压，亲中的北方派占据了上风。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从地图上看，越南的地形就像是一个扁担挑着2个箩筐，北部的那个箩筐是以首都河内市为中心的红河平原，南部的那个箩筐是以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为中心的湄公河平原。这2大城市都是人口800-900万的大都市，而第3大城市海防市的人口只有200万。由此可见河内市和胡志明市在越南的重要性。而以这2大都市为中心，越南的政治也被分为了南北2派。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原因，越南的南北文化差异巨大。越南的北部是政治中心，掌握着越南军队，而越南的南部则是经济中心， GDP 占了全国的2/3。越南南部在解放前一直属于法国殖民地，后来越战打响，美国又扶持南越政府，对抗苏联支持的北越。这场战争整整打了20年。在冷战时期，美苏2个超级大国的影响下，受苏联支持的北越更加偏向于社会主义道路，而受美国扶持的南越则更追求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也就是更偏向于资本主义。这种差异一直延续到至今。因此在1986年越南实施革新开放后，越南高层便形成了北方干部主抓安全与意识形态，南方干部主抓经济的分工模式。久而久之，越南的政治便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为了维持南北方的政治平衡，在越南的4驾马车中，一般总书记都由北方派担任，因为北方派偏保守，革命基础雄厚，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1把手由北方担任可以避免越南变色，因此北方派相对更亲华一些。而2把手则通常由南方派担任，因为南方派更务实且善于抓经济，因此相对更重视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打交道。这样1、2把手由擅长抓政治安全的北方派和善于抓经济问题的南方派担任，可以在发展越南的同时，避免因为派系倾斜而诱发政治斗争，造成内乱。至于剩下的2驾马车，则一般由中部出身的官员担任，即使他们有南北派系的倾向，也一般是由一南一北形成4驾马车中的2:2的配置，以达成南北方的政治平衡。比如说在上一届越南政府中，1把手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是北方派，2把手国家主席阮春富则是南方派，剩下的政府总理范明正则是北方派出身，国会主席王廷惠则是中部出身，但倾向于南方派。这样4驾马车中，大体上北中南都有代表参与其中，已达成了一定势力的平衡。然而在2把手阮春富辞职后，这个平衡似乎有被打破的意味，因为新上任的国家主席武文赏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进行反腐行动的得力干将。阮富仲在2002年访华时，武文赏是随同人员之一。作为2002年国庆后第一个访华的外国领导人，阮富仲访华这一信号显示出了中越2国关系的不一般。在之后的日子中，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越2国，其关系很可能因为这次访华而产生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作为阮富仲的亲信且随行访华的武文赏，在接替越南国家主席这一职后，则很可能在中越关系的转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越南政坛虽然分为了南北2派，但不管是哪一派，大体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也都是在为了国族利益而奋斗。不管这2派再怎么斗争，再怎么有分歧，也不会在外交上触碰到民族利益的底线。因此上面所讲的因反腐败而落马的高层要员，虽然以亲美的南方派官员为多，但总体上还是越南政府大力反腐的结果，并不是网上所谓的什么亲华派的大获全胜，更不能简单的将这种政坛的大地震解读为派系斗争。说白了，这毕竟是人家的内政，不管人家斗得怎样昏天黑地，也不管最终谁上台谁下台，最后站起来的那批人永远都是亲越的，都是为了自家利益可以随时骑墙投机的。至于暂时还算是亲华派的武文赏，在担任2把手并打破越南4驾马车的平衡格局后，中越关系会怎样的发展，目前说的再多也都是臆测和无稽之谈。毕竟武文赏才刚刚担任越南国家主席，
很多政策都还没有出台。未来中越关系到底会怎样？例如越南是否还会在中国南海向中国挑衅，或者是和美国一道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拱火？这一切都还很难说。这是越南的一个水上村庄，在被山谷包围的小湾区里，有300户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这。虽然村子位置偏僻，但却有学校、理发店和杂货屋，即使村民不出去，也可以在这里生存下去。这天，村子搬来了一对夫妻，小坤攒了2年半的钱，花了1800万越南盾，买下了这栋水上2手房。他带着妻子二翠从陆地搬到这个水上村庄，选好位置后，他们开始在这里安家。为了不让房子随着水飘走，他们在房子的4角都拴上了绳子，连接着岸边的岩石，而且房子底下安装了厚厚的塑料块，塑料块底部还有绳子直通湖底，进一步加强房子的稳固性。尽管有了新家，妻子二翠却有不少顾虑。首先是孩子的安全问题，只要稍不留神，孩子就有可能掉进水里。另外，他们虽然生活在水上，生活用水却需要花钱买。卖水的商人每周会来村子一次，每桶水的进货价格是2毛5，而卖给村民的价格是2块，中间商每一桶水就能赚8倍的差价。买完水后，小坤换上家里最新的衣服，他要和二翠搭船去岸上的镇子里买一艘船。因为家在湖中央，所以船就替代车子成为村民的代步工具。这家造船厂所有的船都是纯手工制作。小伙在造船时，旁边2个富有经验的老人会寸步不离地盯着，一旦小伙出现错误，老人就会及时纠正。小坤夫妇来到这家船厂，他们挑选了最心仪的一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们以2200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这艘船。从造船厂到岸边有10里的路程，如果花钱叫拖船车把船送到岸边要花150元。持家的二翠决定推着船走过去，这样就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从岸边到家有20公里的水路，为了防止突然下雨，二翠在船头做了一个简易帐篷。买了新船的二翠很开心，她甚至情不自禁唱起了歌。天籁般的歌声在山谷回荡，他的每一句歌声都刺激着小坤脆弱的神经。第二天，夫妻2人早早来到岸边的市场。二翠打算在村里开一间杂货铺，在市场里收购300块的蔬菜，他们可以在村里卖出400块，一趟下来可以赚1/3的差价。夫妻俩赚钱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活，更多的是给儿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要把钱存起来，以后供儿子上学。二翠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长大后有份好工作，将来不用像他们这样在水上村庄里受苦。他们的生活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似乎与中国30年前的农村很像，但这种生活又离我们很近。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很多人也在同样艰苦的地方生存着。他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负重前行，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就已经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和力气。